今天不是做飯，今天是做流量。大家好，作为電鍋罐，我已經把我們家的大同男朋友用的爐火純青了啊！這也是少數我們家我允許放在島台上，就是長期放在島台上的這麼一個鍋具啊。電鍋罐是台灣觀眾對你的愛稱，愛稱嗎？對，電鍋罐，台灣觀眾對所有背鍋俠都有一個愛稱，叫電鍋甲、電鍋乙、電鍋丙、電鍋丁、電鍋罐。對，所以呢，今天咱們家富貴榮升了電鍋棍，他要給大家展示所謂的教學，他終於熟練掌握了怎麼用我的大頭男朋友做水煮蛋和雞蛋羹。但我覺得我離電鍋棍可能還有距離，我可能還不配這個稱呼。你還不配是嗎？對，因為我沒有背過它呀，我沒有背它坐飛機啊。這就我背過它。對，那今天背鍋俠。那今天咱們就是用我的大頭男朋友和富貴來出一期富貴廚房。富貴快樂廚房。快樂廚房是挺快樂。出來以後，哇，觀眾反應空前呀，反應那個盛況啊，我跟你講。哎呀，紛紛的爭先恐後的在視頻下方留言。點讚，對，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和鼓勵，也謝謝大家對，主要是謝謝大家對富貴的鼓勵哈。對，謝謝。你現在是準備幹嘛？是現在就開始做蛋了嗎？不，我先講講大同電鍋，因為我覺得我的觀眾遍佈世界各地的角落，因為台灣人知道大同電鍋是怎麼回事，但是台灣以外的人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同電鍋為什麼是宇宙第一神鍋，它大同電鍋是個什麼東西，他不知道。那就先給這個台灣以外的觀眾。我介紹一下，對，我大同男朋友，簡單的介紹一下，這個大同電鍋呢，準確的把它定義是，它是一種非常經典的蒸煮型電鍋。台灣的人呢，對這種大同電鍋呢，有一個就是流傳下來的一句話，叫一鍋傳兩代，傳三代啊，一鍋傳三代，人走鍋還在。這倒是真的。對，就是形容這個大同電鍋，它的質量好，它不會壞。對，但是。我擁有全世界最帥氣的大同電鍋。我到現在看所有，我看那天有朋友給我發來說，現在好像和台積電合作款也是挺帥的，它是有那個就那種感覺，也是灰色的，但是還是我的最好看。對，你肯定帥，因為你是屬於在電鍋甲、電鍋乙、電鍋這一系列的人裡邊，你是屬於鼻祖型的人物。是嗎？我不是吧。你還是早期的。背鍋俠，早期背鍋俠，後來的人前仆後繼，就是一代一代的背鍋俠誕生了。這個大同電鍋呢，其實是1960年開始，台灣開始生產的。60年嗎？對，它難得有比你年齡還大的東西。對，拍一下它那個界面。它其實特別簡單的，它就屬於它有啥界面？它就一個鈕，對，它沒有界面。對，它屬於機械化設計，它沒有這些複雜的這些什麼電子化的面板啊，什麼複雜的芯片呀，它沒有，所以它的故障率就非常低。好像也很容易維修，就算壞了，要不然就壞不了，一輩子壞不了，要壞了也很容易維修。對，從1960年到1980年開始，因為台灣的經濟起飛了，家電工業崛起。然後大同電鍋就變成了每家一口的電鍋。這個真的是台灣每家都有一鍋，而且每個都是那種特別復古的，因為它用不壞。對，像我們去秀珍姐家看她那個電鍋，哇天哪，簡直就感覺就是都已經老成那樣了，她還在堅持用，因為它沒壞。像咱們去那些餐廳，他們做的那個大米飯那個大電鍋，也是大同電鍋，都已經老到不行了都，对，一看都已經斑駁了，但是還繼續用，就是因為它沒壞不了。對，因為它的功能多呀，它可以蒸菜，燉湯，滷肉，蒸包子，熱包子。我前幾天還做的那個全麥饅頭，我們家所有的蒸的就是面食，因為我喜歡玩面嘛，山東人喜歡吃面啊、包子什麼的，這些我都用這個做，因為你用火做，我發現它的最大好處就是它不會過火。就是它的這個火力的控制，它這個溫度的控制特別好，時間控制的也特別好。它就是拿那個量杯的水來控制它。不，它這個是有一套工作原理的。是嗎？对，它這個大同電鍋的工作原理，它是
外鍋它加水，加水以後呢，它水变成蒸汽，它蒸汽再加热到内锅，然后水烧干后，它自动就跳起来，保温。你值得拥有。第一次知道它能做白煮蛋，还是我直播的时候，大家跟我说的，它里边是不加水的，它只需要放一张厨房纸就可以了，很厲害哦。你知道这个锅，我觉得就是属于现代锅具里边的一股清流，因为你看现在的所有的锅里面各种钮，各种操作，各种就是功能。其實說句實話，有的時候你不需要那麼多功能，而且你這些功能呢，用起來其實都大同小異，你就不如就這麼一個鈕管所有的功能。對，而且它特別簡單，做米飯也很好吃。它還有分，它比如說3人份的、6人份的、10人份的、大份的。對，你就根據你家庭人口，你就買這個多大的這個鍋就行了。我覺得我們把它拿回來以後，我覺得最方便的啊，就是我覺得我們把它帶到房車上用，對，真的是特別方便。你記得咱們去年還是前年，咱們去佛羅里達，咱們在那兒買那個肘子，在房車上燉肘子，對，我覺得它就燉出來就特別香。然後我們去年去班夫，跟那個 Kevin 跟 Melody，我們4個人就每天大同電鍋，就每天下午就在外邊燉肉啊、燉湯啊，因為它氣溫冷嘛。然後你喝上一口熱乎乎的湯，喝上一口熱乎乎的湯可爽了，在那個班夫的時候，因為特別冷那邊。對，我其實最近為什麼我覺得我喜歡用它呢？就是我覺得它這個就煮雞蛋，因為我有時候早上啊，就是我把這個雞蛋放鍋裡用水煮。我有時候經常就是要不比如說我時間短了，那個雞蛋就流湯，就太嫩了。那我要時間長了呢，有時候我忘了呢，這個鍋就水都快燒乾了。然後我現在就把它呢，就是我早上起來我就先把它雞蛋丟進去，我也不用管它，然後它自己就砰跳起來。我可能我不當時就回來拿，我可能過了1小時我才回來想起來，我這雞蛋還在這兒呢。那我再拿出來吃，它依然是這個樣子。我發現用大同電鍋煮白煮蛋呢，它的方便之處，第一就是它不是自己就跳起來了嘛，它跳起來以後，你如果想吃那種稍微流心的，你就當下拿出來，然後你要是想吃稍微凝固一點，就更凝固一些的，你就把它多放個2-3分鐘。那個多放個2-3分鐘對我來說是就是口感最完美的時候。而且我發現我如果用鍋來煮蛋的話，我不僅掌握不好時間，我煮出來的蛋永遠都剝不出來那個特別完美的蛋清的那個狀態，但是用大同電鍋做出來的白煮蛋，我包完了永遠都是漂漂亮亮的，都是那種就是特別光滑的白煮蛋，完美的白煮蛋。但它的蛋裡邊總有一個點兒是那個糊點兒，是糊點兒，對，因為它對，我也發現了，就它那個蛋呀，它不是會接觸到那個鍋底嘛？雖然它鋪了一廚房紙，但是它接觸到鍋底的那一個小點兒。一定是糊的，就是不能說糊的，就是焦黃的。我發現用它做雞蛋羹就很方便，也很方便。你就把它丟進去，然後它就自己跳，然後你就吃就行了。對，它有一個量杯。對，這個量杯呢，它就是倒下去就是15分鐘的時間，它就是很好的掌握時間。對，我覺得我可以先給大家教學，並不是給台灣觀眾教學，是給台灣以外的觀眾教學一下煮雞蛋。我之前在某個平台上發了一個帖子，就是說我從國內還有從台灣背回來的，我就是用了這麼多年轉運的或者是背回來的好東西，其中就有它。然後呢，就有很多的網友就留言，就說到底怎麼用啊？他們也背過大同電鍋，有沒有就更多的方法去使用它，就把它的這個價值用到最大化。咱們就先從電鍋櫃的白煮蛋和雞蛋羹最基本的這兩個菜式，對，來給大家介紹。啊，現在有請富貴來給我們演示如何用大同電鍋做白煮蛋。哇，它就是簡單的不能再簡單了。一張廚房紙，這麼大的一張廚房紙，我們把它水把它浸濕了，潑在這個鍋裡邊，然後我們2個雞蛋放進去，蓋上蓋，打開，對，一按鍵就行了，就可以了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好，我們等它跳起來，對，大同電鍋呢，我覺得它其實對台灣人呢，它是一種回憶，大同電鍋陪着他長大的，對，他比如說早上起來。你媽給你熱包子，他就拿大同電鍋。對，你姥姥給你這個蒸饅頭，他也是拿大同電鍋。你用大同電鍋燉雞湯啊，
这個你放學回家，哎，你聞到大同電鍋的這個香味兒，哎，你就知道要吃飯了。很多一家人呢，就是這邊大同電鍋煮着湯，然後這邊炒着菜，然後等這個電鍋，因為電鍋最大的特點就是嘣一下。我第一次用的時候給我嚇一跳，它那個碟兒啊，它跳起來時候噔一下。對，你就噔一下以後，它象徵什麼？象徵吃飯了。然後一家人在飯桌前面坐在一起吃飯，我覺得這是一種特別溫馨、特別美好的一個畫面，一個象徵啦。對，就是這個鍋對於台灣人來說是一個家庭和睦、幸福團圓的一個象徵。甚至當時有朋友留言跟我說，就是早期的留學生哈，出國都是背這個，因為它太萬能了，而且還用不壞。早期嘛，因為你吃的東西也不豐富，然後呢用的東西又貴，所以背這麼一個這個，不光是可以讓你的這個生活、你的飲食變得簡單，可以甚至復刻，比如說家鄉的味道，也能承載着就是說家裡人的一個愛吧出來。而且以前就是在台灣上大學的學生，他們在宿舍裡邊也用電鍋，他可以煮個泡麵啊，然後煮個雞蛋啊，就是做個湯啊。大同電鍋它不是有內鍋有外鍋嘛？就平時都是在外鍋裡加水，然後內鍋裡邊燉東西。有朋友之前跟我說，這個外鍋還可以炒菜，就當個電炒鍋一樣。除了這個白煮蛋，我是用這個外鍋和富貴在這兒用以外，其他咱們好像沒有用外鍋直接做過任何的菜。哦，就是你說不放那個內鍋膽。對。哦，对哦，咱們剛才還沒給大家展示，它其實還有個內鍋膽呢。你這富貴快樂廚房丟三落四的了。對，它有個內，它有個內。它這個電鍋哈，它是有這麼一個內鍋的。對，就是你如果蒸米飯或者煮湯，你的料是放在這兒，然後把它放在這個外鍋裡面，然後呢，外鍋裡面是加水，1杯水就是15分鐘，然後2杯水就是30分鐘，就差不多這個時間。然后它是等於是隔水蒸，所以它其實做菜呀、蒸菜呀什麼的都是很健康的。呀，剛才跳起來那個聲音有沒有感覺就是非常底氣十足哈？那我們現在等它燜個幾分鐘，大廚。我覺得就看你想吃嫩一點的，或者想吃老一點的。你如果想吃嫩一點的，想吃這個流心蛋，那你就現在就可以拿出來燜個3分鐘。對，燜個3分鐘，我覺得更好一點。這個蛋就已經煮好了，廚房紙已經乾了，完全乾了。你像我有時候早上起來煮它，過半個小時才回來，然後這個鍋已經都乾了，這個紙都有點那個糊糊的感覺了。我們把它拿出來，放到冰水裡面泡一下，它比較好剥皮。富貴廚房，你咋跑旁邊坐着去了？你剥皮，剥皮是你的專長。這是我的專長嗎？這不是我的專長啊。我剥皮總是剥不好，可能是從小沒割過剝皮，所以剥皮剝不好。大哥，你這話對嗎？你這蛋還讓不讓我吃了？這個蛋還能吃嗎，哥？真屬於了。我就剥皮了。你看你這個剥皮就挺專業的。我就是敲一下，然後我就剥。人家專業的是應該敲完了以後還要這樣滾一下，讓它這個皮，讓這個皮。你看你這個皮剥的就好。你看这就是那個小點兒，就是永遠都是會有一個糊了的小點兒在上邊。大同電鍋做的水煮蛋就是這樣的。現在這個蛋裡邊啊，它是這個樣子的，就是不會特別噎，然後呢也不是特別的流心兒，但是裡邊還是有那麼一丟丟的糖心在裡邊，因為我們燜的時間比較久。其實如果我之前做的時候，我不會像富貴就是把那個廚房紙擰的那麼乾，我都是就比較濕漉漉的就放進去。然後你弄濕一點，其實它的作用就是時間長一點，對，就是你這個蒸煮的時間長一些。你看，还是非常好吃的。接下來要做什麼了？我接下來做這個雞蛋羹。還好我現在健身，所以雞蛋補充的要多一點，要不然今天光吃雞蛋去了。雞蛋羹呢，我們為了精確一些呢，我們用這個量杯，因為它有這個刻度的。因為有人經驗豐富，他可能不需要這個刻度，但是我經驗略不豐富嘛。略不豐富，对，只是略不豐富嗎？這個現在是3個雞蛋，3個雞蛋呢，我們把它
先打在這個裡邊，打散，对，打散。打散呢，其實先稍微打一下行。那現在這個刻度呢是沒有刻度，你就這不是200嗎？我們現在這個刻度呢，因為它不到200，那基本上用它的水的比例是1:1或者1:1.5，但我通常呢就用1:1，因為有時候呢我加多了呢，像有一次我加多了以後，它就始終它就没有形成，全是雞蛋湯，对，它就沒有形成，所以我們用加熱的水，呢，那我現在倒，好，精確。那我們現在馬上打。你有沒有覺得我的打蛋其實還是比較專業的？打蛋，這是2個碗，一個是裝生雞蛋的，一個是裝熟雞蛋的。我們把它倒在這個碗裡。那我們繼續再把它打一下。打一下以後呢，它上面會有沫。沫的方法呢，就是我們用一個，就是這個是點雪茄的那個噴槍的那個打火機，然後把這個沫給燒掉，因為這個就做出來比較美觀。打開蓋兒，把它放在大同電鍋裡邊。大同電鍋本身帶了一個這個量杯，搁水的杯。因為剛才那個鍋還有點熱，所以它會呲一下。就放1杯水。1杯水以後呢，蓋上蓋。開始。鍋一開。我們趁着這個大同電鍋做雞蛋羹的這功夫，預了一下。對，我為什麼說這個大家分享一下富貴最近的心得，最近的想法。對，我為什麼覺得這個大同電鍋是宇宙第一神鍋呢？就台灣宇宙第一神鍋，因為它不只是一口鍋，它還是一個財富密碼，流量密碼。對，因為現在一代又一代的這個背鍋俠出現了以後呢，我發現一度這個大同電鍋在台灣市場上成了一個硬通貨了。比如說按不同的顏色呀、不同的樣式的電鍋呀，買給自己喜歡的博主，還要比如說特意找這個什麼，比如電壓呀，因為它電壓有110有220嘛，每個國家電壓不一樣，所以它可能比如要找220電壓的呀，或者找什麼電壓的，就是可能很難找。然後就是大家會花重金去買大同電鍋，表示他們真的挺喜愛這個博主的，送給這個博主。然後一代又一代的博主就背着這口電鍋坐飛機回到各自的家鄉，回到各自住的地方，就開始在家繼續用大同電鍋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兒。首先，它對大同電鍋也是一個很好的宣傳。其次呢，我覺得如果這個博主愛做飯的話，這個東西能用得上，還行。但是如果說這個博主就是純是為了用這個鍋博這個密碼的話，流量密碼的話，我是覺得是没有什麼必要。对，因為它可以用大同電鍋把你跟台灣再次聯繫在一起。你如果真的喜歡這個鍋，你就一直用它，你就不要用1次用2次，你就把它扔到一個儲藏間了。就是後來大家把這個鍋呢，就是有點過度的誇張化了。因為你只有誇張起了這些誇張的名字，你才能把這個密碼用到流量密碼用到極致啊！對，就是你後來這些標題，什麼大陸人第一次用台灣神器，然後什麼這個50年前的老古董吊打日本的這個電飯煲，震驚了！台灣人活着全靠這口鍋，台灣人真的不是活着全靠這口鍋呀！我還曾經看見一個說，啊，我在異國他鄉，我用這口鍋找回了家鄉的味道。我就想，你們家是河南，你們家不是台南呢，你們家是東北，你們不是台北啊？什麼叫家鄉的味道？我覺得你比如說在東北，幾個哥們兒坐在炕頭上，弄着有大鐵鍋燉大鵝呀，然後喝着那個東北那個燒酒啊，這叫家鄉的味道。北京什麼叫家鄉的味道？在我理解就是，真的幾個好哥們兒找一個胡同，找一個火鍋店，而且必須要不能電的，必須要這個燒炭的啊，然後哥幾個吃的這個火鍋啊。這個叫家鄉的味道。你說這口電鍋，你找家鄉味道，台灣人可以找到。他在異國他鄉，在南非啊，在什麼澳洲啊，在各種地方，他用這個電鍋可以找回家鄉味道。你說你不是台灣人，你怎麼會能用電鍋什麼又找家鄉的味道，是淚奔了什麼的？我覺得就是
就是过度的把它这个神化了，对，神化了，把它原本其实很生活化的一个东西，它慢慢大同电锅变成了一个内容工业化的素材，过度神化了这个大同电锅，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叫台湾宇宙第一神锅大同电锅。我们其實是天天用，基本上天天用大同電鍋，但是我們很少在拍用大同電鍋做飯的視頻了。就我就覺得，別把這麼一個好東西玩壞了，很怕就過度去消費這個鍋。我覺得這個東西也可以理解啊，因為畢竟你可能你用它做東西，你確實可能，比如說作為一個博主，它可以獲取流量。那獲取流量其實等於就是多賺錢吧。我不知道你小時候你有沒有聽過阿里巴巴和4個大盜的故事？是不是芝麻開門吧？就是那個金幣就一袋子一袋子就出來了。那這個電鍋也一樣嘛，就是電鍋打開就是神奇的電鍋。電鍋開門吧，開蓋吧，咵。但我覺得反正做後來的就是一代一代人吧。我覺得電鍋呢其實是你一個成長的起點，幾千塊錢的投入，你未來可能你的寶馬、奔馳、豐田、現代、小米電動車會實現你的夢想。我怎麼覺得這有點像詐騙集團的推銷廣告的口號吧？我那天我在抽雪茄的時候，我就想，我說做大同電鍋這個視頻嘛，我就給就是未來還想用大同電鍋做節目的人，想用這個流量密碼的人，對，我幫你們想了一些標題，大家可以聽一聽，看看這個標題行不行？其實我其實有時候我也覺得我會起標題，他起的標題我都覺得不能用。你比如說，你背着這口電鍋坐飛機回到南非，然後你可以用一個標題：南非老公第一次吃台灣電鍋飯，驚呆了。不，直接哭到想移民台灣，是吧？這種標題爽不爽？爽點吧。這都是踩在觀眾的爽點。對，然後嫁來南非10年，我終於用大同電鍋找回台灣的家。這台灣也不是你家呀，是不是？紐約深夜，一口大同電鍋讓我破防，爽不爽？你給咱這個視頻起個題目。我這個就是電鍋貴談台灣宇宙第一神鍋。那天我還想了一個特別爽的標題：離開台灣第3650天，就是10年了啊！我靠這口鍋活下來了。起的這些名兒都是流量密碼的名，你真厲害。對，還有那我們應該你也用同樣的套路，應該給我們起一個呀。我也想靠它買小米，我也想靠它買奔馳。你買個到現在還沒靠上呢。你買個電動車吧先。電動車我還得撲街，算了吧。如果大家覺得什麼樣的東西標題讓你更爽，你也幫着想標題。但我覺得你說這種東西，你過度消費，我不可否認，大同電鍋的確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鍋，它是自帶流量的一個。但是你說觀眾是有些人是覺得，跳起來了，先再悶一會兒啊，的確是就是觀眾是喜歡看這個的。但是你說時間久了，你說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、7個、8個、100個博主。還這麼做的話，你說別把就這麼好的一個品牌，這麼好的一個鍋給玩壞了的感覺，你知道嗎？我就覺得有點。其實總而言之呢，你說你是真的喜歡這個鍋嗎？有些人，我就覺得，就是你還是把它當成一個鍋來用。我們等它燜一會兒，然後呢，有一步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們祖傳的秘方配料。富貴祖傳的秘方永遠都是醬油、香油、醋，就這3樣。但是呢，就是吃雞蛋的時候加一點醋還是很好吃的，我是非常愛吃的。像我原來吃白煮蛋的時候，我會用一點醬油，然後用一點醋，然後蘸着吃，也非常好吃。你知道我這個配料久盛不衰啊，就是富貴總共就會做3樣菜，那3樣菜都是加這3個料。所以我跟你說，這是我們祖傳的秘方嘛。你祖上也真挺不會做飯的，你老祖宗也真是挺不太會做飯的。不，你可以說我，你不能說我們老祖宗。行。你的雞蛋羹好沒好啊？我覺得可以了。可以了嗎？可以了，開鍋了。呀，我們要給富貴要給電鍋貴一個鼓勵。他做個雞蛋羹，做個這他剛剛學會的，
已經算非常好了。我每天为了讓他和我的大同男朋友交流感情，每天我都讓他给我做个鸡蛋羹。对，所以他这鸡蛋羹做的还是挺熟练的，虽然就是卖相没有那么镜面那么好，但是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厉害了，已经是熟练掌握，而且熟了，就非常厉害。我们要以资鼓勵。好，下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我们的祖传秘方要公开了。酱油醋，我觉得鸡蛋羹的酱油呢，其實特別適合用台灣醬油，因為台灣醬油呢沒有那麼鹹，會有一點甜。我們這個雖然是用的是這個李錦記的啊，但這裡邊灌的是秀珍姐給我的台灣醬油，他們專門是用來吃刺身的。我們現在呢，把醬油蓋打開，然後倒醬油。把醬油蓋打開，你也要來個講解嗎？詳細嗎？醋呢是醋，我從山西背回來的，這個也是灌的。山西的醋是非常非常好吃的，然後這一款特別的香。我這次回來背回來了3桶，回來我就把它灌進了玻璃瓶裡面，但現在玻璃瓶不夠了。醋呢就根據個人口味了啊，就是你可以稍微加一點兒，像我加的就算稍微偏多一點的。你這賣相不太好看的。沒關係，你一拌就行了。然後現在我們加這個香油，我們這個是台灣的這個。慢慢檔次帶過來的。對，但我跟你說，這個台灣香油好像跟咱們現在買的香油真的不一樣。它這是黑麻油，咱們買的是白芝麻油。對，好。好，你不應該加點蔥花嗎？你想吃就加，不想吃也可以不加。吃的時候呢，就把它一撇開，它這個東西就滲下去了。你這大哥，你這太沒有賣相了。你這人家都是拿刀這麼劃，你這弄的這，你這怎麼弄的呀？這做的本來家鄉味道，家鄉味兒，誰給你家鄉味兒？家鄉味兒沒這麼醜的。家鄉味道。我們嘗一下這個電鍋做的雞蛋羹啊，好吃嗎？好吃。鹹不鹹？不鹹。為什麼你做的不夠鏡面呢？不夠鏡面。人家做完了都是平平整整的，就反光的那種。你知道為啥你做？你這就不思進取。你這做了半個月，你都沒做出來個鏡面呢。為什麼呀？啊，你說像那個就是日餐廳裡邊那個雞蛋似的平的，為什麼呢？你看他都不知道，我讓他拿那個噴槍噴那個泡泡，他都不知道噴那個泡泡的作用是什麼。但我噴平了。你噴平，那為什麼做出來還是這樣的呢？為什麼？你說為什麼？我問你為什麼？問問大家為什麼？你也不知道吧？因為我做的就是鏡面的，我做出來就是鏡面的。為什麼你做出來就不是鏡面的？問問大家，咱觀眾裡邊有才的太多了，懂得太多了，還真是。肯定。你這個問題問的是不是？因為你加的水和你的這個蛋的比例其實是剛剛好的，它不應該是這個樣的。你是1比1.5，也是加的熱水，因為我做出來都是平的，我也是用那個東西消泡，你也是消泡了，為什麼你做出來它是這種？行吧，今天就到這兒吧，謝謝大家。如果大家知道為什麼富貴兒做的這個雞蛋羹麻麻賴賴的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後讓富貴兒下次可以做出一個完美的電鍋版本的雞蛋羹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了哈。拜拜，拜拜。再補充一句，你咋話這多呢？再補充一句，大家如果還有什麼想看我做的，比如說想看做什麼。想學做什麼？大家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、點讚。大家點的菜你都做不出來。我昨天做了一個拌飯，韓式拌飯，特別好吃。然後他跟我說：“你這咋做的？你教教我。”然後我下次富貴廚房我也做。可以學嘛？你也可以學。好吧，這次真拜拜了。點讚、留言、開啟小鈴鐺。要是能分享，讓大家都看看。別分享了，這笨拙的廚藝更好。拜拜。今天不是做飯，今天是做流量。大陸人在南非做台南肉早飯，標題寫着一口吃苦300萬，鏡頭顯擺，電鍋蒸汽開始擴散，配的民謠吉他才能衝上熱門讚。大同電鍋做出了家鄉
鄉味道。可你老家明明東北，不是台北街道。昨天鐵鍋蒸肉，今天花枝兼配胡椒，算法吹那陣風 ，everybody 跟着飄。綠色電火變質，菜播許願池，什麼都能炸，連流量都熬成汁。昨天微波燒烤，今天台灣懷舊式，算法鐘聲一響 ，everybody 開始吃。大同電鍋，大同電鍋，一按下去，香球自動開始出鍋。人才能飛行在東北，但必須備胎是 BGM 才算合格。大同電鍋，大同電鍋，評論區統一開始集體說哭了。其實玻璃只是冷凍獅子頭，再加 Costco 打着火鍋組合。深夜治癒系，孤獨漂泊味，成年人的崩潰全在這一位。燈光必須黃，人生必須飛，夠怕旁邊眼神最好再帶點碎。我該輕輕一開，彈幕立刻起飛，這就是華人的 DNA。今天派漂泊，明天派落魄，後天又說終於找到靈魂角落。人人都在罵一種批量複製的脆弱，把情緒抽成空，塞進算法嘴裡嚼着。以前做飯叫生活，現在做飯叫人設，連定鼓裡的蒸汽都得提前設計景色。眼淚必須控制角度，控制速度，音樂必須民謠，必須深夜公路，字幕必須寫着一個人在外面住，連煮蛋都像人生最後那塊拼圖。可它原本真的只是個鍋，阿貓早上熱饅頭，阿嬤晚上有排骨，學生半夜煮泡麵，加顆酒蛋就成果。寒冬外國倒點水，坑下等他自己手背。很多普通人安安靜靜把日子過，他沒想變成什麼賽博鄉愁代言人，只是很多人的青春剛好都看過蒸汽升溫。大同電鍋，大同電鍋，怕到最後鍋比人生還火，家鄉味真的假的已經沒人琢磨，先把 thumbnail 字體做得夠火。大同電鍋，大同電鍋，眼淚必須精準，它在副歌前奏，一邊說着終於找到人生歸宿。